人死之后化作亡灵，收纳亡灵之所便是镇魂街。我叫夏琳，在一所建筑设计公司实习，原本只想过简单的生活，却误入镇魂街，结识了曹家兄弟，换出了自己的守护灵九阳神功，亡灵重击。由于灵怀被我的守护灵李轩辕损毁，我有责任将它修复，便带着塑身其中的西河神珠，与曹彦斌一起踏上了修复灵怀之路。然而，曹彦斌一心履职，却被灵域以携带西河神珠叛逃的名义通缉。人灵记，石龙破九天。人灵记，一向火光。之后，我们更是亲眼见证代表灵域统治的灵甲军犯下的种种恶行。那一刻，我们才认识到，这里早就没了公义。人各有命，上天注定。有人天生为王。哼，今后这龙椅，我要姓曹了。有人落草为寇。你会走到哪，会碰到谁，都会一定。告诉我，你要什么？告诉我，天下，这才是我们要的答案。只要主公想取天下，哪怕前方有着千军万马，也足够碎裂这大地。我们也有。带着我的火焰，结束这一切。爸爸，愿同水儿的这一份好好的活下去。而我们已经踏上了一条不知道终点的旅程。无上神珠，冥界四大神珠之一。此物藏于玉菩提之中，可以预知未来，扭转乾坤。你隐藏在雨林街8年，终于得到了它。哼！若非曹彦斌大闹雨林街，我也没有办法顺利得手。真想不到，一个少年竟然看得如此漂亮。看来龙斗放他一命，果然没错。养虎为患，若放任不管，终将成为大敌。曹彦斌不能杀，至少现在不能。众所周知，冥界存在着4大神珠和3大势力。须弥神珠能够倒退时间，起死回生，传言早已流逝，实则落入王国组织手中。王国组织也因此凭借着须弥神珠和王国石骑士，成为3大势力之一。转轮神珠能调遣阴兵，一直为御灵使所有。他们凭借转轮神珠以及王牌战力群英殿，成为目前第2大势力。至于第3大势力，毫无疑问是最强的，便是由你黄甫龙斗领导，如今拥有这无上神珠的神武军团。
然而现在需要注意的是，此刻拥有西河神珠的曹彦冰。等等，你是说曹彦冰会影响三大势力的平衡？程风，你过于杞人忧天了吧？程风，你是否已经用无上神珠看到了未来？放心，这里有能力使用无上神珠的也只有你，我不会介意。因为过于消耗灵力，我没有看得太远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在不久的将来，拥有西河神珠的曹彦冰，联合另外2位武神区，成为最具威胁的第4大势力。什么？果然是养虎为患。让我去对付他，以绝后患。如果将预知的未来改变，无上神珠会失去神力吧？不错，那就将这个未来留着，咱们就来看看，这究竟是谁的天下。快滚啊！穿过这片森林，把古楼的宝物全都是我的了。这空神之森一旦深入，死神可是随时会降临。你想好了吗？在你面前，谁敢自称死神？救我！他就在那里。曹彦冰，你带了什么路啊？秋快到了，没必要为这些杂碎浪费灵力。加油啊，小乌龟！如果不跑快点，我们都要成为那些恶灵的盘中餐了。前面就是了。大叔，还是你靠谱。他们好像没有追过来了。哎，喂，你们俩等等我！老大，老大，有个家伙冲进来了，我们拦不住他。都退下吧，你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守着这片森林，你是真把自己当爬头？石火溪，吉拉，你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目中无人呐！来我的地盘想做什么？我受组织所托，
要杀一个人。哦，谁？曹彦斌，毁了雨林街的那个？有所耳闻。他见了空神之森，我跟随至此。这片森林早就成为你的实验室了吧？作为冥界特别研发部的一员，将亡灵兽化的行为是被许可的。在这里，我只要办好一件事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深入空神之森者，可杀勿乱。我们虽然同属一个组织，也不能让你坏了规矩。速速离开这里，不要令我为难。我来这里只是出于往日情谊，与你打个招呼。顺利完成任务才是我的目的。如果你想找麻烦，我倒也不介意。希拉大人，希拉大人，有一群人从南边进入了森林，向腹地去了。你怎么到现在才说？大人，我们派去的新一怪全失联了，这才耽误了。哎，先别急着走，给你看个有趣的。目前而言，除去极个别无间等级的家伙，最强战力都集中在大焦热这一等。我研发的魔导仪能够扫描方圆100里以内任何拥有灵力的生物，并且能够精确计算出它们的灵海值。数据出来了，不错呀。其中有个甚至和我相当。为什么有一个数值是问号？问号代表这个人的灵海值在不断变化，没办法准确测量。听说那个曹彦兵是武神区，这个数值应该是他吧？据我所知，曹彦兵一伙目前只有3个人，可这数据中却出现了4个。那就是说，还有个不明身份的家伙也进了我的地盘，还是个狠角色。多出来的那个人我并没有兴趣，告诉我曹彦兵的方位。等等，在这儿就得遵守这儿的规矩。你待在这儿，我去把他的尸体带回来。曹彦兵这家伙探楼探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还真是没完没了了。侯一鸣，有你这么乱走的吗？这里是森林。这不是找到你们了吗？哎，给我松开！话说回来，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王莲好像也很害怕这里。这里，莫非就是传说中的空神之森？空神之森，那是什么？一个古老的禁地。走吧，前面的路还长着呢。禁地？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啊！怎么了？肚子疼？你别管，我要走得慢一点。行，被熊叼走了，我可不管。你少吓唬我！袁冰，这里被玉灵使列为禁地，你却依然要来，到底在盘算着什么？北龙，你知道芦花鼓楼的传说吗？芦花鼓楼
是这座空神之森中的古老遗迹，据说藏着极其厉害的武器和法宝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里面有冥界的历史卷宗。怎么突然对历史感起兴趣了？玉灵石隐藏了太多秘密，我父母的失踪也可能跟他们有关。我希望能在其中找到什么头绪。可我听说芦花鼓楼神秘莫测，几年才出现一次，具体位置更是无人知晓。你既然来，难道早有准备？船到桥头自然直。难啊！咱们要做的事本来就不简单。走吧，跟我一起打天下去。混蛋，这个人情还的有点大呀！这俩家伙在那嘀嘀咕咕讲什么呢？哎呀！小的们，出来干活了！总算缓过来了。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！有杀气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要保持冷静。哎，那边有个人影。哥哥，不要过来！小亮，你等等，那明显是假的呀！我知道，不管是谁敢拿我弟弟开玩笑，我饶不了他。刚才谁说要保持冷静的？这个雾似乎会产生幻象，我们警惕些。夏玲，你跟紧我。美洛，志美，美洛，你在哪里？这么假的幻术，谁会上当呀？我心里早就放下了，我就站在这儿，看他能怎么着。这男的是谁？贝洛，那是假的，假的呀！就算是假的，可那王八蛋的脸，万一是真的呢？看我不弄死他！哎，贝洛，贝洛！切，一个靠谱。灵力，混蛋，别想跑！让我看看你的脸！这是什么？不堪一击，我还想见识见识镇魂将的手段呢。如你所愿。去。作为吉拉大人的改造体，我们拥有比战斗亡灵更加出色的地方。特殊融合，圣甲虫。力道不小啊！这一定是假的。可是，我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？妈，我就是好想再见到你。
玲玲，快跑！妈！夺魂神花的幻术真是奏效，竟然这么自觉地走进了我的陷阱之中。走开！哟哟哟，还能说话呀？看来毒素还没遍布全身。轩辕，你怎么还不出来？主人，这次是锁灵石所做，我被困住了。别费力气了，招不出来的。现在我就送你去见妈妈。主公，敌人已除。敢拿小亮开玩笑，找死！藏头露尾的鼠辈，有大娘就给我出来！倒是个警觉的家伙。想要取我性命，还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愧是灵域头号通缉犯，看来今天不会无聊了。你是灵域派来的？我可不听灵域派遣，只是这空神之僧归我管，闯入者都得死。切，我还以为这是一片无人区。此处为禁地，身为镇魂将的你怎会不知？告诉我，西河神珠在哪儿？什么嘛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你不说也无所谓，反正你的命诛下！倒是个警觉的家伙。想要取我性命，还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到底先切哪一块呢？是手还是头？住手！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他叫你住手。是谁？快给我出来！感觉不到杀气，可这种被人盯上的感觉，到底先去哪一块呢？你这混蛋！给我滚出来！比起犹豫先切哪儿，我更喜欢一刀斩。哼。
恶心的家伙！这位小哥，谢谢你帮我，只是你看能不能先帮我放下来？头还是晕晕的。主人，我现在就替你解毒。多谢小哥出手相救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估计都是折在这里了。已经没事了，我走了。等一下，请问你在路上有看见一个少年和一个大叔吗？大叔？哦，好像在跟一只甲虫打架。真的吗？麻烦你带我过去好吗？喂，别太得寸进尺啊！我现在没有力气走动，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？女人的请求很难拒绝。闭嘴！石立明，谢了，石立明，一起上。韦罗，你别出手！就这点能耐，得给我挠痒痒啊！你做什么不好，偏偏要激怒他？爽一棍！这声壳子倒是够硬，这可是吉拉大人亲自为我改造的武器呀！烧死吧！速度慢下来了，你这臭虫！臭猴子，就是在到处乱窜吗？小鸡！丑死！就凭这点本事也想对付我？你该不会以为石令明就只有力量吧？一味的进攻，却已暴露了你的弱点。你的弱点就是脖子。一天碎尸。别以为杀了我，就能在这儿为所欲为。再往深处走，就是真正的境地。死亡的诅咒，会永远跟着你们。诅咒？这森林深处到底有什么让你如此恐惧？夏灵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怎么过来了？
你知不知道我刚刚差点就没命了？你们一个一个能靠谱点吗？抱歉，抱歉。夏玲啊，这位是？哦，对，他叫严风渣，刚刚就是他救了我。飞林，你怎么看？倒地的不是泛泛之辈，这个女人的同伴很强。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挥出去的火焰怎么消失了？不是来抢西河神珠的吗？这东躲西藏的能成什么事？有胆子就出来，堂堂正正的打一场。堂堂正正，我只想宰了你而已。受死吧！虚陀，休得伤我主公！假的。这些藤丸刚刚坚韧了几分。看来并非浪得虚名啊！终于肯现身了。怎么回事？速度和力量突然都提升了。公鬼后，让我等来对付他。力道不错，可惜速度差了点。刚刚的攻击他明明可以避开，为什么没有动？鼠辈，吃我一击！火焰轮！这片森林到处都是我的武器，受死吧！有两下子啊！竟然还有守护灵。不过再来多少都无所谓，战斗靠的是实力，而不是守护灵的数量。大言不惭的家伙，做我小鬼们的下酒菜吧！万鬼焚祭！到底谁是下酒菜？是美味的火焰，不要吃！这些都是你的，放开，大吃一顿吧！这家伙会吞噬火焰，难怪刚才我的攻击没有用。傻瓜，这种程度就会令你满足了吗？哼，那儿还有只更大的。这个去你的吧！快停下！你的手臂我收下了。怎么样？还能战斗吗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眼前是个完全克制我们的家伙，居然能够吞噬地狱火。怎么样？你有多少我吃多少。这
下令他们的集结信号。现在的你还有闲情管别人？拿命来！别白费力气了，我会先吸光你的火焰，然后把你钉在树上。你的能力虽然棘手，但并非毫无对策。只是我不愿在这里跟你耗费灵力。想走？你以为你走得掉吗？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既然你那么喜欢吃火，那就让你吃个够！野火翻场！啊！你竟敢！这道火墙已经绵延至数百米外，如果你不想毁了这片森林，赶紧灭火吧！先走了！混蛋，居然放火烧森林！你们有底线吗？还跟我讲底线？大人！吉拉大人，你回来了！邹延冰这个混蛋！你不是从没放跑过猎物吗？这回怎么这么狼狈？那混蛋居然放火烧森林！要是我没及时灭火，后果……可恶！没想到那混蛋那么无耻。你顾虑太多才会失败。如果是我，根本不会在意什么后果。你懂什么？如果这片森林没了，那我……居然有你也害怕的东西，我很好奇，这森林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？无可奉告，我答应将曹彦兵的手机给你，就一定会做到。你最好还是赶紧离开。原本这次来是想亲自取他性命，可你却一意孤行。我可以交给你处理，但是别忘了，神可以宽恕人的过错，但人不可以再次欺骗神，否则就是罪徒。如果这回你依然失败，我将连你的手机一同取下。什么地狱神父？根本就是个地狱屠夫吧？连队友都敢杀。我不需要队友。静候你的佳音。大人，这家伙太嚣张了，要不要？不要轻举妄动。那家伙可不好对付，他的守护灵可是活生生的恶魔呀！你们，去把坦克都放出来。什么？万一那些怪物不听命令怎么办啊？无所谓，统统放到前线去。时间也快到了，曹彦兵一定会去那里。这次绝容不得半点差池。九阳神功，黄龙浩气。啊，那个方向是卢刹西，好像出事了。不好了，那小子他……可恶，使不出力，这双腿已经7年没活动过了，要再练练才行。他怎么跑出来了？快抓住他！喂喂，
你们这是抓人还是杀人呢？今天我心情好，先不跟你们计较，待我把事情办完，再来找父亲和你们算账。严凤长，休得猖狂！族长过来前，你哪儿也别想去。哼，拦得住的话，就试试看。无聊，大伙一起上！如今他没了锁灵石的制约，要小心他的风魔兽。风魔兽，真没礼貌。他可是有名字的，他叫飞廉。风魔兽，是风魔兽，那个怪物又出来了。疾风，这个架势，大家快趴下！想抓住风，趁早死了心吧。我们走。纵身在混沌里，无视着放宇宙秩序，略眼着关注朝夕，湮灭伴随着心，管他是人什么势力，胜者才是唯一真理。有我主宰天地，宿命。也抵达而行，向着风，向着雨，向着那废墟歌颂而去，生死决定，寻找最终的光明。我是灵峰阶的镇魂将，那儿聚居着大量不同族群的人类，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便是踏风族。踏风族人极少与外界交往，他们信奉神奇，灵力强盛。世代守卫灵域神迹空神之森。一天，空神之森来了一位旅人，也就是吉拉。由于踏风族和失火族是故交，守护在此的族人便收留了他。而从那之后，森林中不断有亡灵遗迹失踪，时不时还会出现各种从未见过的怪异武力。他们说这些都是吉拉干的。由于两族的渊源，族人没有对吉拉动手，只是将他赶了出去。在那之后没多久，守护空神之森的族人一夜之间突然全部消失，包括我姐姐。你还有个姐姐？她也是在这消失的。我姐姐也是这儿的守护者。如果不是为了保全被囚禁的我，姐姐不会与父亲做交易，来守护什么神迹。更不会遇到这种事。
照你的说法，你姐姐的失踪和这个吉拉脱不了干系。蜥蜴加个宠物蜘蛛，你们遇到的这些敌人，全都是吉拉的实验品。他是个痴迷于改造亡灵的疯子，但他还没能力让整个踏风族凭空消失。不过，他也确实在我姐姐与族人失踪后，成为了这里的守护者。所以我想，这一切恐怕与空神之森中踏风族真正保护的东西——芦花鼓楼的秘密有关。这就是5年才会出现一次的芦花鼓楼吗？我说过，谁都不能靠近。老大，一切都布置好了。很好。风、花、雪、月，传说他们是芦花鼓楼里的4个守护神。有人说他们神通广大，不食人间烟火；也有人说他们心狠手辣，对擅入者格杀勿论。虽然这些都只是传说，但目前而言，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活着能从芦花鼓楼里出来。你不会是打算去芦花鼓楼找你姐姐的下落吧？对，只要坠子还在转动，就表示姐姐还活着。我想，她应该就在那儿。你知道鼓楼的具体位置吗？如果姐姐确实在那里，挂坠会指引我的。看来我们的目的地是一样的。抱歉，我可没有组队的习惯。现在的孩子都这么拽吗？叛逆期吧。喂，鼓楼里到底有什么危险，谁都不知道。多几个帮手，难道不更安全些吗？帮手也是需要实力的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。我的飞镰奔如疾风，攻如雷电。若你能撑过30秒，我就带你们过去。小孩子太狂妄，可是会挨揍的哟。真让我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你这么强。哦，我不是也差点被你给杀了吗？飞莲，那边。北洛，你别急我呀！位置本来就窄，你别要求那么多啊！你的猴子不是也能跑吗？猴子哪有黄鼠狼跑得快？喂，守埋伏，别松懈。你们抓紧了！真是麻烦，怎么甩也甩不掉。在这里耗下去会没完没了。如花鼓楼不会一直存在，一旦错过时间，鼓楼便会消失，只有5年后才会再次开启。时间对我们不利。这里交给我。北洛，你们到了之后，记得给我发信号，我随后就来。我们在前面等你。快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我让你们过去了吗？先干掉他！
那么多敌人，他一个人真的没事。相信北洛，他可是菩提街的门司令啊！这数量有点气势。你站住！老大说了，你得留在这里。你怎么拦住他？那你怎么不去啊？小心，有杀气！那里有人！看不下去，快想想办法！来不及了！学主，干得漂亮！力量碾压一切，厉害啊！如果论单打独斗，这东西空有一身铁皮，不足为惧。那边，曹彦兵，我等你们很久了。这背后就是芦花鼓楼，只不过眼下这几步路啊，可没那么好走。居然有这么多！看来那蜥蜴是铁了心要拦住我们，这种排场都用上了。咱们可不能亏待了人家。众虎将听令！数千年前，汝等在战场上浴血奋战，如今也需要汝等再次披坚执锐。敌众我寡，又有何惧？给我上！都不管用吗？那就把夜锁压我！哼，
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，就让我俩陪你们玩玩吧！地煞凶牙！还没完呢！不好，快离远点！燃烧吧！天蚕邪黄沙！冥王行舟！小心身后！天地无极，乾坤金光跳。主人，这些怪物有极大的抗击力，我们无法给他们致命的攻击。真是一群顽强的家伙呀！到这个时候，居然没有一点逃跑的念头。如果不是敌人，我还真想和你们交个朋友。可恶，这样下去体力根本耗不起。走了，可惜了。啊！哼！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这样下去体力根本耗不起。糟了，可惜了。完没了！别再让他给跑了！追！雷洛，这么逃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得解决这些家伙才行。逃？哼！石令明，看到那边的建筑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带我过去便是。没问题。哼！你可做完了！都打起精神来！老大交代过，不准任何活物靠近烧塔。快看！
看那边。之前在树林里施展不开，这里地势平坦，便于我控制土石，将你们一网打尽。干掉他！麻烦已经解决，为何还不赶紧追上曹当家他们？与其没头苍蝇一样冒进，不如先利用哨塔，仔细观察一下周围环境。如果能看到燕兵他们，就更好了。没想到吉拉这还藏着这么多好东西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哟，视野还挺不错呀。死的真爱走。给我起！乾坤无极，云转风铃咒。有人危险！哇，真不愧是北洛，太靠谱了。还是这玩意儿顺手啊！是哪个混蛋在用我的噬灵弹？老大，连坦克都没法抵挡噬灵弹呢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蠢货，你当我瞎吗？哨塔那边的守卫都干什么吃的？这也太……铁道军团全军覆没！我们冲过去！你们杵在那儿等着挨揍吗？一起上啊！给我干掉他们！他冲过来了！
路一通。一帮废物！有何，大西？我们又见面了。哼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特殊融合。怎么回事？他与守护灵合体了？守护灵还能这么用？在这片地方，你们逃不出我的手心。人灵技，地狱金枝。闪开！我们人太集中了，不仅施展不开，简直就是活靶子。大家分开行动！杀！哼，垂死挣扎！这些荆棘居然可以再生。忍下去没完没了。不行，我的武器难以有效应对这些荆棘。炎王炮！还给你！谢了，夏琳。曹元兵，这些荆棘好像活的一样，不好对付啊！必须尽快破阵，否则对我们不利。切，你该不会以为同样的招数对我能用2次吧？杀！拿命来！是真的。曹元兵，造化两仪，采血灵魂盾。喂，好啊！不好，灵力消耗太大，要撑不住了。可恶，越来越棘手了。一边和吉拉战斗，一边躲避这些荆棘的攻击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得先解决掉它们。可前有荆棘，后有吉拉，如何才能破阵？你注意到藏在里面那个荆棘冠了吗？那个荆棘冠看似不起眼，却占据了最易守难攻的位置。想必它就是破局的关键所在。虽然找到了破局点，可我并没有可以高速突破的手段。你对付吉拉，这些荆棘交给我。你有办法？没错，只不过稍微需要一点时间。这小
大风族的混蛋，别想得逞！切，来世的家伙！我没有火焰，你拿什么跟我拼？齐了，可别太自以为是了。滚滚滚！滚！萨罗曼达，该你出场了！可恶，一个接一个，你痛死我了！吉拉，痛死我了！喊什么？一会儿把他们拿下，让你吃个够！哼！启动！大风族的混蛋，把这给我停下来！一点，还差一点，会让你得逞的！去死吧！太虚混乱！好大的蛇呀！主人，你先避避。你不会这样吧？葫芦会保护你的。一血回天！小哥，要小心背后的空门啊！你是想做蜥蜴的晚餐，还是想被我刺穿？先小心你自己的背后吧。你出现在这儿，难道说你的那些小触手已经全军覆没了，而且没有了这个家伙，你也就不能吸食火焰了吧？臭小子，我宰了你！有人早就等不及了。轮到你们了！上回的断臂之耻，老子要你加倍奉还！结束。三灵，你还好吗？非常的不好。这次多亏了你，帮了大忙。客套话就免了吧。我要进去了，你们怎么说？要等那个大叔吗？北洛很快就会赶上来的，我们走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我只是一抹幻影？这就是冥界最古老的遗迹之一了。哦。哎，这个湖面可以在上面走耶！喂，这附近好像有点奇怪。哪里奇怪？
总觉得和别处不太一样，你们感觉不到吗？怕什么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路华古楼只是一抹幻影？夏琳，你说感觉这里有古怪？就好像自己穿过了一层灵异结界，到了另一个空间。西河神珠能划分空间，夏琳察觉到空间异常，难道是受了神珠影响？奇怪，我们来的路上，这5星连珠明明连着月亮，可现在月亮不见了。哈，真不见了！月亮在下面。我知道了，原来我们摸不到鼓楼，是因为这儿的空间被结界分割开了。如果不解除结界，就无法进入鼓楼。原来如此，只要打破结界就好了，是吗？喂，还不知道结界在哪里啊？没效果，那就再来一次。等一下。看样子，这结界可不简单。这个结界可能是靠某种阵法维持的。主人，还记得4项麒麟光的口诀吗？茫茫风多转，重重金刚山，灵宝无量光，洞照延迟凡。九幽诛罪魂，身随香云帆。定会青莲花，上升神永安。是4项阵，我们只要在破阵的同时攻击阵眼，就能解开结界了。雪山、明月、风云、莲花，4个异象守着鼓楼的4个方向。阵眼就在那儿，曹月冰，一向火光。原来，这才是真正的龙花鼓楼。这里怎么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？就是啊，连楼梯都没有，让人怎么上楼嘛？楼顶上是水池吗？没有通往上层的楼梯，天花板上的水也不会落下。真正的路在下面。好高啊！夏琳，磨叽什么呢？快下来呀！
啊！你别催我，我要慢点走。想不到这古楼的地下居然别有洞天。哇！石像是护城尊。我听说冥界会在重要城邦入口设下富有灵力的石像来守护城邦。可是这石像的姿势怎么这么奇怪？好像在问我们要什么东西。看样子，想让这护城尊打开入口，得先祭出一把上古灵气。哦，早说嘛！嘿，哎，等一下，此灵气不仅要年代久远，还得与这护城尊的灵力相匹配才行。哦，那个手势，你们知道这护城尊的来历吗？这应该是镇守地狱的丰都罗刹吧？不错，既然是罗刹，那他一定认得我手中的十殿阎罗。有反应了！看来这些门就是古楼的真正入口了。可是这里有4个门，我们该进哪一个呢？我最讨厌做选择了，跟着直觉走吧。喂，我是曹彦兵。喂，记住不会淹死你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拿枪养啊！他了。看样子，一道门只允许1个人通过。如果门内空间相连，我们迟早还会见面。副长，你等一下！怎么1个2个都这么着急啊？现在还剩2个门了，如果我进了一个，北洛来了就只有最后一个了。也不知道北洛他能不能顺利赶上。想不到这蝼蚁的命竟然这么硬。我等杀他易如反掌，但眼下空神之森首尾空缺，不如留他为我等看门。哼，随便你。今日留你一命，即可起，你便是这空神之森的镇魂将，往后不许任何人踏入这森林一步，若有半分差池，便叫你后悔苟活。听明白了吗？这家伙还没死呢。看来曹彦兵他们已经闯入古楼了。你这腿，这就是我没能拦住你们的下场。只要有人闯入古楼，诅咒就会生效。过不了多久，我整个人也会变成石头了。你快进去吧，这森林也被诅咒了，人类待久了都会变成石头，只有进入古楼才是安全的。哦，怎么这时候当起好人来了？反正都是一死，倒不如借你们的手
教训教训那些自诩为神的家伙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只要进入鼓楼，不会变成石头了，对吧？你怕我恢复以后找你们麻烦吗？一码归一码，你若想打架的话，我随时奉陪。你可别后悔！哼！随我同去吧，有些仇，恐怕还得你亲自去报。看来是错过了。风渣，曹彦兵，你们在哪儿？曹彦兵！主人，不仅感受不到他们的力量，啊，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。话说回来，李天元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怎么感觉跟之前的环境完全不同呢？主人放心，此地花木繁茂，灵气汇集，不像是什么凶险之处。哦。说起来，咱们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清闲了。从进入罗刹街到现在，不是打架就是赶路，没有一天安生。你说，如果像现在这样天天游山玩水看风景，是不是也挺好？主人要是能下来自己走，就更好。切！我曹眼冰待久了，怎么连你也变小气了？主人快看，我们到山顶了。哇！好美啊，好像世外桃源一样。李轩辕，你看，那儿有好大一只蝴蝶，我一下就能抓住它。那我赌你抓不到。没抓住呢。你刚才用九阳神功作弊了，对吧？罚你抓30只蝴蝶陪我，不能用九阳神功。终于能歇歇啦。先在这儿睡个午觉吧。27、28。原来此地有村民居住，让主人休息一下，我先去探探路。有我的姐姐在，看应该很安全才是。明月未出，群山高，瑞光千丈，生排好。看来兄台也是爱花之人。在下李轩辕，碰巧路过此地，被园中的奇花所吸引，还望兄台见谅。哦，你认得此花？天山神花，花开如仲秋之月，所以叫月光花。没想到竟能在此处遇见。不错，既然同是爱花之人，不如进来共饮一杯如何？还未请教阁下尊名，就叫我
阿祥好。主公，前方茫茫一片，望不到尽头。区区风雪，还奈何不了我。可是，退下吧，你的灵力还得留在斩将杀敌上呢。虚出命令。这陈兴公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清啊。这片地狱除了御灵使之外，普通人根本无法进入。能不受限制随意穿越结界，也只有你。承蒙夸奖，越王别来无恙啊。你称呼我为越王，那我是该叫你玄马，还是曾经的名字天狐？西王，不得对越王无礼。志同顽劣，请见谅。你这次来，想必不是来看望老朋友这么简单吧？我家主人命我带了一份礼物。这是九转青阳丹，此丹药1000年才能炼成，服下它，你们此刻的人形和灵力便可维持300年不变。这里的4枚，分别赠予你和其他3王。倒是一份厚礼。说吧，到底有什么事？众人皆知，这芦花鼓楼可是灵域的藏宝阁，而我家主人想借其中的某件宝物一用。天狐，我有件事一直不明，凭你的本事，为何会甘愿听命于一个人类？我讨厌御灵使，也不习惯奢靡的生活。相比之下，还是对人的野心更感兴趣。野心？你主人野心怕是大了些吧？竟敢打灵域的主意，还想行贿本王？论罪，我应就地处死你们。但念在朋友一场，带上你的丹药，走吧。越王，我也有一事不明。曾经那么孤傲的你，现如今怎么这么听话了？徇私废公不是我的做派，更何况这里也不是我一人说了算。芦花鼓楼中4王的领域彼此相连，共同拱卫着蓬莱幻境，也就是你们所谓的藏宝阁。只有当4王同时解开体内的封印，幻境才会重现。你若真想进入幻境取得宝物，就得说服其余3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杀了我们。我怎么会有那般能耐呢？不过，也许真有人想这么做呢。
不愧是天狐。的确，除你以外，还有一名闯入者。本王在这晨星宫待得太久了，今晚月色正好，也是时候活动一下了。此地名为花谷，的确是芦花鼓楼内的世界。不过这里只有花草树木。至于你想找的鼓楼内的藏宝阁，在下并未听说过。这么说，只有这里的王才知道。小兄，这儿的王你是否……你是指花王吧？他是花谷的主人，可不是我能随便见到。作为这儿的花匠，只需要栽培好花花草草，外面的纷纷扰扰，从不理会。那降兄是否知道花谷的出口在哪儿？可否告知在下？出口？这儿可没有什么出口。风花雪月四王的领域全然封闭，与世隔绝。除了王，没人可以前往他处。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倒是可能出现别的出口。只要王的领域不再存在，也就是这个世界的王死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主人还得找到他的朋友，与他们会合呢。人类？人类在这儿可是很危险的。你说什么？大意了，我太大意了。还好主人没出什么事。主人，你在看什么呢？主人，主人，主人！没用的，他中了空明花的毒。空明花的毒？这花谷的空明花是花王所种，花毒对人类极其危险，一旦吸入便会丧失意识，久而久之，更会变成行尸走肉。快告诉我，让主人恢复的办法！能解空明花毒的，只有雾仙花。雾仙花在哪儿？花谷境地，烟罗院。烟罗院是花王所设禁地，一旦进入，可能惊动他。若是花王出手，恐怕按照降的说法，想要离开此地，也只能依靠花王。降兄，自从进花谷以来，除你之外，我们并未见过他人。不知花王所在何处？说来惭愧，做花匠这么久，我从未亲眼见过花王。更不知花王所在。不过曾有传言称，花王在一次变故中失踪了。失踪？似乎是与其他王发生了争斗。他们四人表面上互不干涉，实际却各有目的。即便各占一方，也无法避免彼此的矛盾和摩擦。不过这传闻也未必是真的，还是希望不要在这里遇上花王的好。选一选，我们到。
那便是五仙花。小雪，替我照顾好主人。一切小心，切记，无论发生什么，绝不可碰潭中之水。这个距离的话，还差一点。诸位，请我小心啊，轩辕兄。是我的错觉吗？这石像好像比之前大了许多。原来有2朵花。怎么回事？刚刚明明摘到了。不是幻想，确实能抓住。这2朵花上都有灵异，不可能是假。为何摘不下来？花骨典籍详实记载各类花枝，唯有五仙花只有2句记载。哪2句？知心非心，意非意，虚实相依，花自立。难道取无仙花之法与这2句话有关吗？而这2句话究竟是何意？蛇也有2条吗？还挺硬。怎么又是嘴里？绕开了。难道说羽化重叠的蛇是假的？花果然没事。不想我参透了那2句话，2朵花都是真的，却因为某种奇特术法，一旦接触就会化实为虚。不过却不能同时如此，所以只要我知心非心，意非意，虚实相应，花自离。拿到了。杨兄，我拿到了水，这下糟了。什么？潭水是维持花谷所有植物生长的命脉，倘若沾染上任何不属于这里的气息，植物便会枯萎凋零。但更严重的是，会惊动这里的门神。这地方没个头吗？主公小心！
未见敌人身影，不知道他会从什么地方发动攻击。来了！主公，这里有我。夏侯惇、夏侯渊，这里交给我们，还是主公把敌人的本体找出来。许褚，我们走。许褚，典韦，夏侯惇，夏侯渊。好强！轩辕兄，清风华上，过来助我！轩辕兄，杨兄，本来想动手小点，看来是不肯服了。阳无极功。竟然将守护门生给……把这弄成这样，真是对不住。禁地被破坏得如此严重，也未露面。看来花王失踪的传闻是真的了。主人，那是他们在融合。
躲开！主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此人样貌与阿香无异，可头发的颜色却变了，气质也完全不同。天意，那2尊门神封住了我的灵魂，现在识相已晚，我终于回来了。你不是阿香，你是谁？没错，我便是你们要找的花王。主公醒来！我这是晃神了吗？桃园，走了有多久了？小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柔的魂魄不是在很久以前就破灭了吗？好厉害！彦兵，你坚持住啊，千万不能睡。彦兵，这孩子是我，怎么会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还是说我在幻境之中？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不及时处理伤口的话，这孩子会有生命危险。走吧，先找个地方取你。可是还愣着干嘛？走啊！无论这里是真实存在，还是幻觉，我都无法坐视不管。小柔，真的是你吗？小柔，快跑！你醒了，小柔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反倒是你受了伤。要不是遇到这位大哥哥，我们肯定逃不出来的。大哥哥，感觉不像个好人。喂，你太没礼貌了！
大哥哥为了救你花了不少力气呢。那个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大哥哥，我们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叫我火哥就行。谢谢火哥的救命之恩，我记下了。我叫曹彦斌，是白帝村的一名护卫。她叫小楼，是村长的女儿，也是我从小到大的玩伴。你们不好好待在村子里，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村子受到怪物攻击，已经没有了。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们想去雪国，听说雪国的王有强大的力量，或许可以帮我们击退那个怪物。看来想找到其他线索，唯有前往那个雪国了。只是这一路上都有狼群骚扰，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顺利到那。我可以护送你们过去。真的？可我们身上没什么能给你的。自己客气什么？哎，没什么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你身体没问题吧？别拖了后腿哦。我才不会。这山谷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？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就快走出去了。你的伤要不要紧？要休息一下吗？彦斌，要不我扶着你一起？不用，我没事。彦斌他从小就是这样，好强，不肯示弱，喜欢自己背负一切，还倔得要死。其实他明明是很温柔的人。曹彦斌，你不可以哭，你必须坚强起来。你需要保护罗刹姬，保护你的家，保护你的弟弟。是狼群，跟了一路，算按捺不住。找死！一帮贱畜，竟敢造次！二位将军，造次就交给你们了。是。还不够当我们的下酒菜！我们先离开这里。我哥，他们是你的帮手吗？算是吧，他们是我的守护灵。小柔，小柔，你怎么了？好像又跟过来了。夏侯兄弟的灵力我已经感受不到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典韦，典韦在此。
地方有古馆。冰封谷的尽头就是血谷，还是这路，或者小柔陪不了你们了。小荣，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睡啊！我们一定会走出这里，到达血国的，所以坚持住，一个都不能死。虎哥，你受伤了！不要过来！可是你再受伤，我就真没辙了。主公，阿汉助你！你没事吧？虚主，你没有被冻住。主公，我用尽全部灵力化成这副火焰轮，在燃尽之前是不会被冻住的。不行，这火焰轮消耗的不仅仅是灵力，更是在消耗你的灵魂之力。一旦耗尽，你也会消失的。倘若主公出了意外，楚留着这力量又有何用？就由楚来为主公开路吧。主公，请跟随主前进。走。我相信不行行，先走，我谢谢，等会儿就会追上来。去走吧，逞强。我会拖你们后腿的，会让大家死在这里。我说过，一个都不能死。这次你不是一个人。从来没有像这样讨厌暴风雪，不仅是寒冷，一点点的削弱人的意志，更因为它让我想起曾经。
末将于禁，愿为曹家世代赴汤蹈火。小楼，于禁，小楼，于禁，你们快回来！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讨厌暴风雪。光，好像看见了光，他尽头了吗？可我为什么还是看不到血光？小人，你缓过来了吗？这里就是雪国，曹彦斌，能走过我的冰封谷，也确实不易。只可惜，走完了这一程，却赔上了4位将军。不是小人，我便是这雪国的王。我便是这雪国的王。你怎么知道小柔？我的能力是读心术，知晓你们的过去，这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他呢？他不过是我堆的一个雪人罢了。就算你有钢铁般的意志，内心也依然有脆弱的地方，而这恰恰是送你上黄泉的毒药。果然，这个梦又冷又长，对我来说，真是一场噩梦。可我愿早点醒来。当初走的太多了，我只想再多看看。可悲的人类，你们所谓的情感羁绊，不过是束缚手脚的工具，却被你们视为真理，真是愚蠢。雪王，你既然能读心，应该明白我是怎样的人。正因如此，你的命绝不能留。要杀得痛快些！操！
定弄死你！将死之人还这么嘴硬！怎么会？雪人为什么会自己动起来？你究竟是谁？即便身处绝境，也不可轻言放弃。主公，倘若你倒下了，公命要辅佐谁？成就霸业。汉一则退去，量才增强。老妖精，早在你设计接近主公那一刻，我便依附在了雪人身上，连这都没有发现。看来你只能读出活人的心，却识不破我守护灵徐晃啊！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能冻住其他亡灵，又怎会怕多你一个？这里可是我为你们量身打造的极寒墓地。好一朵冰莲花！我徐晃之言来自红莲地狱，你这点冰雪，屁都不是！放肆！你竟敢羞辱我！去畜生，没多少，我杀多少！全都给我上！怎能让一个亡灵？我大魏的将军，不过一当千。白龙吟。舒云斩。现在轮到你了。可恶！是你们逼我的！即便毁了这副身躯，我也要把你们吃的骨头都不剩！区区凡人，杀得了我？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所谓的雪王，不过是一只长虫罢了。死到临头还敢妄言！既然这么多头，那我也找些帮手。是人没？什么？他的白眼睛能够穿透我的冰牢？这是什么光？智勇兼备，不愧是右将军。
眼前这家伙有9个，我一个人来砍，可就不够意思了吧？这种好事哪能让你一个人独吞？嘿嘿嘿，许褚说的对，要是都让你砍了，老子的气该往哪儿撒呀？先说好，这家伙的脑袋俺要2个。嘿嘿嘿，老子已经忍不住了。放心，人人有份。当心，还有攻击了！要让这厮占尽天时地利。虽能顶着斗气硬杀，但过于消耗灵力，得不偿失。诸位将军，虽然单打独斗你们也不遑多让，但可别忘了。咱们可是一个军团呢！许褚、典韦，你们负责从左翼进攻。夏侯惇将军，你先辅助夏侯渊将右翼击破，相辅相成，见机行事。好，右边就交给我们吧。哈哈哈，小意思。徐晃将军，末将在，破阵杀敌，直捣黄龙。这正面进攻的重任就交给你了。徐之良将。无子为先，公明定不署命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上！走！这点力气吗？你这是在抢我的猎物！天霸多狠！赤鬼军团，都给我上！吃了他们！幻夜缩家伙！就他一个人，把他种起来！将军们都在浴血奋战。我这个领头的不会松懈。你给我戒了！有何？让我数数，你还有几个脑袋？我这里捣乱了一个，按着2个。哈哈哈！瞧瞧这家伙！快要变成兔子了！你们这叫混账！受死吧！极地攻击！我来！不行，这次的外壳根本看不懂。武器太强，恐怕维持不了多久。诸位将军，把你们的力量交给公明，只有他的白焰能穿过这寒气，以及将灵力汇聚在他的武器上。
是我之招，天地无极。彦斌哥哥，不要杀我，是我呀，我是小柔。血王吸食了我的魂魄，我现在终于自由了。我曾经想过，倘若小柔依然健在，生活会是怎样的？或许我不再是现在的自己，因为满足变得没有斗志，因为害怕失去变得优柔寡断，一无所有，反倒也无所畏惧了。彦斌哥哥，我想小亮了，我想和你回罗刹街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命运才会让小柔离我而去，让我去做我该做的事。我得谢谢你，虽然皆为梦幻泡影，却也让我陪他多走了一段路。尽量，牵挂也随之放下了。你等等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你想要芦花鼓楼的秘密是不是？我可以给你，我带你去哪？别杀我！听着很诱人，但是我说过，拿我至亲开玩笑的人，一定弄死他！曹彦斌，就算我死了，还有其他人等着你。好啊，我等着。看来血王一死，他的世界里素质崩塌。上面应该就是出口了。哦，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你没救了呢。我可没让你救，别指望我谢你。哎，你想多了。对我能力实在很不利，对那家伙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不知道是谁的地盘。哎，小蜥蜴，你叫谁蜥蜴呢？看看这边。最好是有什么大发现。坐好，危险，别指望我救你。你别拖后腿就行了。看来我们是到蜂王的领地了。
好像没有人居住的样子。建筑风化的那么严重，难住才怪了。这是什么？笑来！这是什么怪物？你是吉拉，你个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！妈，你顺他！欠我们族人的血债，我死也不会忘。大风族怎么成了这么个鸟样？都是拜你所赐。要是你擅长龙华古楼触发了诅咒，我们也不会变成现如今这种似人非人的怪物。活该！要不是你们，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。快走，他们追来了！这笔账，咱们以后再算。跑什么？现在就来干一架啊！守护灵，多了2个陌生面孔。喂，你们俩妨碍我们打猎了！我本来也不想插手的，可是连小动物都气死，你们不觉得羞耻吗？啊，小动物啊！擅闯风城，还敢多管闲事！哈哈，谢了。少自作多情，我只是想打架罢了。他们是蜂王手下，之前因为蜂王可受了不少气。今天就好好的撒撒气。好，就用你们的魂魄祭刀，大驾龙雀。列明，我红闪！时退不进，看来此2人只擅长远攻啊！哼，想办法拉近距离。没用的！该你了，小蜥蜴！叫我小蜥蜴！哇！这家伙传来！到黄河心不死，飞莲，借力量一用，好！神灵技，寄生！别藏了，出来！小小年纪就能驱使疯魔飞莲，果然是自古英雄出少年。你是什么人？从刚才起就鬼鬼祟祟躲在一边，只会操纵石怪和我战斗。既然有棋子代劳，又何须本王亲自动手？少啰嗦！到底是谁？小孩子还是要谦逊些好。本王不过是好奇你的来历，才让你活到现在。你倒得意起来了。你不傻想，你是谁？没错，我便是你们要找的花王。这么多奇花异草，喂，李轩辕，你这朋友还挺有品味。种花田有点眼熟，我扔在哪
主人他没事吧？放心，只是昏睡了太久，记忆还需要时间恢复。香兄，啊，你真的是花王吗？我们四王是鼓楼的守护者，这里的一切都归我们掌控。那你又为何会被封印呢？说来话长，我们四王虽以人类的形态示人，但真身都是上古神兽，想在冥界使用力量，就只能附在祭灵人身上。这么说，你也是守护灵？不，守护灵听命于人类，而我们操控。我们需要没有意识的宿主，也就是活死人。而我的能力，恰好可以抹去人的意识，为四王提供宿主。那阿翔他，只是被我封住了记忆，抹去意识与杀人无异。我不觉得自己有权夺走人类的生命，可惜其他三位并不这么想，所以你们产生了分歧。既然他没有利用你，又为何封印你？多年前，鼓楼意外被一群人闯入，我眼看他们成为这场意外的牺牲品，却没有出手阻止。最后，唯一一名幸存者的身体也被蜂王相中。那一天，蜂王将他送到花谷，要我将他制成活死人。可我见他年纪尚小，实在不忍下手，于是便设法保住了他的灵魂。可惜，却被拥有读心术的血王发现。所以你才惹怒了三王。等！此地太过危险，不宜久留，二位最好尽快。啊？现在去哪儿？久则生变，我这就打开出口，送你们离开鼓楼。多谢。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能走，我们还有同伴一起进了鼓楼，只是不知他们现在身在何处。对呀，曹彦兵、北洛，还有风渣。李轩辕，我们得快点找到他们。主人，你终于恢复了。香菱领域确实有人类存在，不过那里可比花谷凶险百倍。那能否劳烦花兄送我们去跟同伴会合？是什么样的同伴，值得二位如此冒险？是和我们性命相托的朋友。来的一路上，那么多危险都一起闯过了，要走也得一起走。朋友啊，原来如此。可如果这朋友一时不慎，误入了歧途，该如何是好？如果是我，自然是要把他拉回来。如果没有回头路了，那就和他共同面对。共同面对吗？你闯入我月宫究竟有什么目的？严巧巧，他在什么地方？来我这里胆子倒不小。
茫茫世界只凭一个名字就想招人，该说你是狂妄还是无知？这样吧，3招之内，如果你能碰到我可以考虑帮你这个忙。说他！放我下来！你们知不知道，得罪我就是和蜂王为敌？趁我们大王没来，赶紧给我松绑，然后磕3个响头，爷爷我还能饶你。吵死了！放我下来，我让你们死个痛快！别折腾了，放你下来也打不过他们。小子，这些年我可没少受你们大王招。今天就换我来照顾照顾你们。你敢？大王马上就到，你们这些蝼蚁都得死！他说的没错，一旦蜂王追来，我们所有人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啊！那还等什么？赶紧逃吧！逃哪儿？这可是蜂王的领地。那也先送他俩上路。等等，想干嘛？我们先把事情问清楚，这样说不定后面遇到危机时能多一线生机。扫兴。说吧，蜂王和他们到底有什么合计？还是我们来告诉你吧。血斩！控制汽车界风走，好速，但出手不果断，心有不稳。啰嗦！我不服！步伐轻盈又不是霸气，好力道。可惜光凭这些还伤不到我。数风天雷斩！看这身影，你是踏风族的人，我还以为守林的踏风族都被他解决了。你说什么？看来你还不知道，这里的踏风族到底怎么了？3招一步。我们踏风族在守林统帅的带领下，世代守护着这片空神之森。一天巡逻时，我们好心收留了一名食火族的旅人，也就是吉拉。此后这森林里便出现了各种可怕的亡灵怪物。我们怀疑此事与吉拉有关，便把他赶出了空神之森。不料这家伙居然又趁夜跑了回来，不仅偷走了我们族中珍贵的药材，还闯进了我们把守的森林禁地。负责守林的统帅也只好带我们追进了森林。可没想到，醒来时，我的族人全都变成了怪物，被封在蜂王的领域里，逃脱不得，供他们猎杀取乐。他倒好，摇身一变当上了镇魂将。你以为我的日子好过吗？我也受了诅咒，只要我走出森林，身体就会石化。镇魂将，说的好听，他们需要的不过是一颗任其摆布的棋子罢了。那你们的统帅呢？也变成怪物了吗？他呀，怎么样，还撑得住吗？小心！这挂坠竟然还有一枚，看来是2枚挂坠相互吸引，才让你找到了这里。我知道你要找的人是谁了。我姐姐
先瞧瞧，他在哪儿？回答我！原来她是你姐姐，很遗憾，你永远也找不到她。她已经不再是你姐姐，甚至不再是人类。大王，难道他是？这怎么可能？他就是。大王，他便是丰城之主吗？这个神帝师，他就是踏风族始祖的统帅。被外人搞得这么狼狈，真是丢死人！这家伙是制造炸弹吗？父王他已将灵力注入气流并引爆它，当时风所刮到的地方都是他的火药库。真没想到，你们这些小东西还敢和外人造反，看来是活得不耐烦。这下他们该全军覆没了。不，还有2个。逃过了一劫，你怎么样？不用你帮忙，我也能躲过去。怎么可能？控制土石的祭灵人吗？好像有点。此去，居然借别人的身体杀人，你这家伙可真卑鄙。吉拉，本王当初已经放了这条生路，你就这么着急赶回来送死吗？杀你报仇之前，我可不会轻易死掉！连碰到我都难，这点能还想杀我？别担心，我来掩护。就算你能挡下这招也没用。蜂王真正可怕的能力可不止如此。即便是这样，2人一起上也不是毫无胜算。喂，你的对手是我们。罢了，我的事用不着你插手。自己的仇还得自己报啊！看来你很中意这对挂坠。
只是好奇罢了。真未想到，蜂王身体的主人还有这么个弟弟。千里寻妻，着实让人感动。我看还是把他姐姐还给他算了。你什么时候有这等好心？真若如此，你让蜂王再去哪里寻找新的身躯？再说，即便把身体还给他，严悄悄也失去了灵魂。没有灵魂的身体不过是个空壳，和死人没什么区别了。他听得见吗？我只是石化了他，还没杀他呢。他依然看得见，也听得见我们说话，只是无法动弹，完全被我掌控罢了。这么残忍，这玩儿是怎么惹你生气了？光是私闯月宫，我就留他不得。怎么样？因为自己的无能保护不了重要的人是什么感觉？失望、悔恨，你一辈子都别想见到他。进来！本以为你多少也该有点长进，真让本王失望。疯婆娘！这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怕死鬼了，拿命来吧！为何急了？一到蜂王面前就不动了？对付你一个，我金头不了。急了，没用的。在大王的恐惧领域面前，连神都没有招架之力，更别说区区人类了。怎么？不是说要杀我吗？来，别人还在为你拼命，而你居然……听，这就是你心中的苦。是。将这种痛苦的声音放大100倍，就足以要了你的命。人最难克服的恐惧，终究还是自己的心魔。其实你入了魔道，也始终是个人类。赶紧躲开啊！血肉之躯，怎么跟我斗？急了，快
还没完的。命倒是挺硬。本王已经让你活得太久，也该去死了。进来，多关心关心自己吧。你这疯婆娘，有什么资格决定别人的生死？十年兵，有缘人。金刚巴士，哪里跑？有龙不跑！哼，就这么点能耐吗？随风掌！末日狂杀！隐形炮！上！接下来该轮到你了。你心里又藏着怎样的恐惧？木王珠，发动！终于找到你了！小玲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唉，这可说来话长了。我唯一能感知到的人类，现在正在封城。我这就为你们打开入口，拿着。这是你庭院中的。只要将灵力注入花瓣，就可以开启通往其他王城的入口。四圣天的能力，你们已经知晓。雪王能洞察人心，利用人性，引猎物心甘情愿落入陷阱。风王能控制并放大人类暗藏的恐惧，摧毁人的精神。我能抹去人类的意识，将灵魂封存，制造傀儡之躯。此外，还有一位，他能将一切生命化为土石。当他睁开双眼，就意味着死亡将要来临。那还怎么赢啊？也不是毫无胜算，只是需要二位相助才行。需要我们做什么呢？劳烦二位把风王从封城引到月宫。你不与我们同去吗？时间紧迫，我还有事要办。此一去，请务必小心，尽量不要与风王发生正面冲突。这器物来自于我家乡，原为捕猎之用，可困住飞禽走兽，对我等也有一定作用。真到紧要关头，就用这个封住它。
看来奏效了。这个木王珠只能暂时困住他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。去哪儿？你从哪里得到的木王珠？快走吧，主人，时间不多了。等一下，把他也带上。谁啊？妈呀，大蜥蜴还活着呢！北洛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眼下我们是统一战线了，他也算救过我，以后再细说。真是服了你了！头疼啊！那是王的真身。花王，他怎么回来了？还是把你吵醒了。抱歉，今天我来取一件很重要的东西，没空陪你。他们一定没料到我会把东西藏在你这里。那你也一定没料到，我会一路尾随你到这里吧？他们一定没料到我会把东西藏在你这里。那你也一定没料到，我会一路尾随你到这里。引切凝重，别吵！今天我得和老朋友叙叙旧。这是哪儿？我们到了吗？根据花的指示，再往前便是月宫了。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看来之前有场恶战，都被利刃斩断了。这股灵力倒是有几分熟悉。是风渣，原来风渣在这儿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多事，我
我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，早晚都得死，何必有情？不要这么悲观嘛。对呀，李轩辕一定有办法能治好你的。真的吗？你这样子，怕是无力回天了。喂，我也不会说话呀。父王很快就会追来，对上他你们没胜算的，因为只要内心有一丝恐惧，就会被他趁虚而入，任他摆布。哈了，看来像你这样的硬骨头，心里也藏着无法面对的恐惧啊。照你这么说，只要心中无所畏惧，不就能打败蜂王了？哼，说的轻巧，这世上真有那种人吗？那个家伙，他呀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虽然平常不太守时，但又总能给在紧要关头出现。哎呀，总之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别忘了，打败过你的可不是只有蜂王啊！那个混蛋，他们有风花雪月，我们也曹魔王。许久未见，别来无恙。什么时候起，我在你眼里也可怕起来了？当初你替蜂王培养激素体，本该抹杀那人类的灵魂，你却背着我，将你的魂魄藏了起来。你是想有朝一日移花接木？你以一些凡人所施怨恨于我，乖。但你引狼入室，或与外人谋乱，可是太令我失望了。把魂冠给我！还想害人吗？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到底是谁执迷不悟？说吧，为何要再三背叛于我？这么久过去了，你还真是一点没变，还是这么多事。你草菅人，你犯下种种恶行，又怎么视而不见？我们本是上古神明，力量本就凌驾于人类，若是强势天经地义。你为了一介私欲，就将守护古楼的无辜人类残害殆尽，我不能让你一错再错了。错！人类不过是你我用来延长寿命、发挥力量的容器。我杀便杀了，何错之有？再者说来，是踏风族自己私闯禁地，冲撞了御灵石，被杀也是他们咎由自取。说到底，你只是怕得罪御灵石吧？依附权势，靠别人的庇护苟活，这样的我们，还有何脸面自称神明？今时不同往日，乖乖交出魂冠，我饶你不死。自诩为王，实则沦为他人的鹰犬。与其这样，我宁愿一死。
平日只知看花护草，如今竟想对付起我来，不自量力！蓝天花雨。噬魂九锁。好吧，本王承认你之前那番话还是有些道理。本王确实有错，错就错在对你过分纵容。啊，累死了，腿都要走断了。奇怪，雀月宫怎么冷冷清清的，一个人都没有？那个石像，是不是有点像风渣？不是像，恐怕就是他本人。什么？是越王的能力。一定是越王把他石化了啊！这可怎么办？还能变回原样吗？还是先关心关心自己吧。他追来了！又来了！主人危险！抓紧我！该死的人类！师父！道行解幽，冥王尖分剑法！你这猴子居然没被炸死！主人可大意！黄龙浩气！人类卖命的家伙，也配合我斗？赤峰天火劫！既然你们的力量来源于人类，那就先干掉你们的主人。身为凡人，居然妄想和神明作对，罪无可恕，无尽恐惧！爸爸，水儿，爸爸，北洛，主人，别急，我会送你们和主人一起上路。你做梦！把你们的守护灵收回去。既然我能控制你们的主人，自然也能控制你们了。到头来，还是人有锋芒摆布了。哟，
你这可怜虫居然还没死！别装了，要刷就刷吧。你这个丑八怪，这么太破！放肆！你说谁？好，有他们两个陪你，不会孤单的。去死吧！去破坏我的宫殿！这是我的领域，你怎么处置猎物我不管，但若波及我陈星宫一砖一瓦，绝不轻饶。哦，我说木王珠怎么会落到凡人手里？原来是你跑出来了，花王。今日他出现在此，是为了找你我报仇。报仇？就凭他？凭这个？这就是你当初苦苦寻找的魂棍，里面装的便是你这身体主人的魂魄。原来如此，花王藏匿着魂棍。为的就是有朝一日，让人类重新控制这身体，霸占我的能力。若非雪王窥探到他的想法，你我都要被他蒙在鼓里。当年我翻遍花谷都没找到的魂冠，居然被你找到，有趣。有趣的事还多呢。这是你弟弟，准确来说是你这具身体的。闹着要找姐姐，哦，居然找到这儿来了！别看了，小鬼，你姐姐在这儿。瞧，她的魂魄在夜空中，是不是很耀眼？见到她，你也算了结了一桩心意。不过不好意思，我可没打算把她还给你。东王。住手！而且，你本来不用亲眼看着他死的，要怪就怪那花王多管闲事。处理完那群蝼蚁，接下来该处理你我之间的恩怨了。别费力气了，你的腿伤很重，暂时无法行动了。念在你我朋友一场，你若悔过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动手吧，比起苟延残喘，死逃更有尊严些。遥想当初，我们也曾是倾心相交的密友。你我约定，当天山神花开放之时，便辞官下山，一同畅游天地。你还记得，到底是什么让你变成现在这样？变了的人是你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当日你一同谋乱本是死罪，我为了避免他们杀你，才将你囚于燕落院。你若后悔，现在杀我也不晚。固执，你又何尝不是？若非你不肯放下对权位的执念，你我早该知道我为何不准旁人损毁这儿的一砖一瓦吗？既然你心意已决，蜂王，他们都交由你处置了。放心，我不会破坏你的宝贝宫殿。
我有更好的办法。风花雪月四地的通道，只能由我们4王打开。我能打开正确的通道，就能打开错误。你们不知道吧？鼓楼真正的位置就在地狱中心。我现在就让恶鬼把你们拖下去。在地狱里，好好品尝恐惧吧。喂，醒醒！这次可不是幻觉了。也罢，这断臂之仇我也不计较了。咱们地狱里再见吧。怎么回事？总算醒过来了。做了个好可怕的梦。那是雪王那个老狐狸，临死前还不忘开条错路给我。还好，总算赶上了。你又是什么人？把你拖入地狱之城，将军们，目的地到。你们这群小王八蛋，再让我逮到，绝对饶不了你们！滚！我找我哥去！等着！风渣，风渣，风渣！风渣，好啦，不哭了，姐姐替你教训他们了。你以前被恶灵叼走都没有掉眼泪，怎么被别人说几句就不行了？他们说爹爹不要我了，说我害死了娘，说我是个没人要的怪物。谁说你没人要？姐姐要你，以后谁再敢跟你这么说，就对他做这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你的生活不需要别人来指指点点。放心吧，不管出了什么事，姐姐都会保护你。姐姐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也要保护姐姐。好，等你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就换你来保护我。浮沉在混沌里，无视着放宇宙秩序，烈焰浇灌出朝夕，湮灭伴随着心，管他谁人什么实力，胜者才是唯一真理。有我主宰天地，宿命。逆荡而行，向着风，向着雨，向着那废墟歌颂而去，生死绝境，战场最终的光明。
如现在就让恶鬼把你们拖下去。哼，在地狱里好好品尝恐惧吧。也罢，这断臂之仇我也不计较了。咱们地狱里再见吧。怎么回事？我竟然这么生生的逃走，究竟是什么把他们吓成这样？是这个手持铁戟的怪物？不对，我真正害怕的是他身后。曹彦兵，你这家伙又迟到了啊！来了就好，这下人总算齐了。切，哪儿来的混小子，浑身散发着讨人厌的气味。斩杀的恶鬼太多，沾了点血腥。哎，你的狗鼻子还挺灵的嘛！敢在本王面前口出狂言，还不给我跪下！无尽恐惧！快闪开！中了这一招，即便是神佛，也得跪在本王脚下。这是。刚才不是还叫我跪，怎么自己先跪下？这手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我是个纵火犯罢了。为什么不仅感觉不到他内心的恐惧，反而感到了杀意？上一个想窥探我内心的人已经死了，怎么？你也想步他的后尘？别得意的太早！小心！都给我滚出来！哟呵，杂耍耍的不错嘛！丁丁，这家伙能将气流引爆。对防御恐怕撑不了多久。几了？这家伙怎么在这儿？一直都在啊，你眼睛长在屁股上啊！别以为有土石防御就万事大吉了。要不是你断了我右臂，这婆娘引爆多少，我就能吞掉多少。你是说，只要你的手臂能复原，就有办法对付蜂王？那当然。到底是什么让你变成现在这样？变了的人是你。你真放心把他一个人留在外面？我们之间的事还轮不得外人插嘴。那群人类可不是省油的灯，稍有差池，恐怕你会后悔。说够了就赶紧离开，别让你家主人久等。多谢关心，我只是看在旧相识的份上，好意提醒。不要小看人类的力量。人类的力量再强，也不可能与神明相抗。走了，小心上面！
你们没事吧？一群窜来窜去的臭虫！我来开路，剩下的交给你们了。确定这家伙靠得住？小蜥蜴可是很靠谱的。小心，别坑队友啊！不要叫我小蜥蜴！找死！来得正好，老子的右臂已经急不可耐了。沙鲁曼达，终于开饭了，干得不错！居然吞掉了我的爆炸！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他的手臂不是断了？老师，你是说，只要你的手臂能复原，就有办法对付蜂王？那当然。我去，你这是什么能力？我能用花粉重塑人的组织，可惜医者不能自医，我治不了自己，只能助你们一臂之力。一臂之力足矣，还给你！混账！给我老实跪下！岂能让你得逞？这块破石头也想对付我？擅长狂轰滥炸的可不止你一个。什么？要请就用。泥王不惧！够了！我叫你们放生之地！小心，蜂王现出了真身，这样恐怕要化为火海了。灭吧！灭为火吧！这火势，沙罗曼达怕也消化不了。曹阅兵，快退回来！退！曹彦兵的字典里就没有后退二字。好，公明前来助阵，主公，请。地上逃不了天界，还是在天上对付我。谁说不能？放天火地！人去无路，就由我等开路。阿曼，别以为你的对手只有一个，所面对的可是一个所向披靡的军团。他们个个骁勇善战，拔山盖世，冲锋陷阵，视死若生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无坚不摧，战无不胜。虎贲双雄，击破他！愿为主公赴汤蹈火！现在，
哼，这下让那凤王吃不了兜着走。这样就能制服蜂王？不，想要彻底制服他，只有将宿主的魂魄重新打入他体内。可严巧巧的魂魄已经被蜂王驱散了，意思是我们注定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也不必这么快放弃吧。不必担心。啊，这是严巧巧的魂冠。你们都以为这罐里装的是蜂王宿主的灵魂，那只是我随手放入的花灵。难道说？没错，这个罐子才是他真正的灵魂。太好了，风斋的姐姐还活着，这下我们就有胜算了。我这就做法解封。我去拖住她。上与北斗，下与昆仑，大千妙法，蕴养众神，三佛会中，复为元神。接！现在只需将魂魄打入凤凰体内，便能扭转战局。还等什么？但这意味着需要一人在承受攻击的同时，极力接近凤凰，此人恐怕九死一生。让我来吧。我把这魂魄封入你的左手，一旦凤凰现了人形，你就立刻将魂魄打入他体内。放心，我们掩护你。速战速决，千万小心。交给我。在上古神灵怎么输给一群人类？鬼谷圣之力所障碍，是错误，死无全尸。废话可真多，哪儿来的滚回到哪儿去！终于结束了，还好大家都平安无事。只可惜，这世上又少了一只稀有动物。我看你也挺稀有的。蜂王一死，地狱入口也跟着消失了。我这是在梦里吗？这一次的梦可真是好。副长，快看，他在那儿！你这无耻之徒，居然还敢回来！把你偷的6指盘龙根交出来！不过是想用它救活我的族人，至于这么喊打喊杀的吗？谁知道你是为了救人，还是拿去造更多的怪物？再珍贵的药，也救不了已死之人。把东西交出来，我便放你离开。有本事就自己过来拿！找死！他往森林里去了，看这方向，他该不会是要去？最近镇魂街地带局势动荡，西区的火将军和北区的兵头有些动作，东区的雷帝和南区的潘郎势力也壮大起来了。早就提醒过大雨天，
把冥界的地狱交给人类管，迟早要出乱子。黎大人，区区凡人还能祸及你我不成？人类的纷争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。哼，我可信不过他们。诸位有所不知，刚才提到的镇魂将，个个都关系到灵域的安危。起初，镇魂街与灵域同属一个空间，可因为恶灵作乱，御灵使便以西河神珠之力布下结界，将冥界划分成了灵域和镇魂街。此后，灵域由御灵使管理，镇魂街则交给人类守护。然而，西河神珠无法抵御冥界的浊气，因此，御灵使就将它置于4棵神树的根部，以鱼、怀、桃、桑4神树为其注入灵力。可以说，是神树构架了整个冥界。控制了神树，就等于控制了镇魂街与灵域结界的命脉。没想到啊，他们的势力居然越发壮大。大人是担心人类会威胁到灵域的统治？真是没想到，区区人类竟会让黎大人感到威胁。如果放任不管，人类总有一天会因为野心膨胀而造反。可如果神明公允，天下太平，人类的野心又怎会无端滋长呢？况且当年我们也确实做过引人类憎恨的事，万一他们得知了真相，恐怕会……够了，都是些陈年往事，不提也罢。当年你们到底对人类做了什么？花王，你不觉得自己管得太多了吗？说了这么久，我等还不知道大人此次前来所谓何事？为了与诸位做笔交易，来，拿出来。这是最近时局动荡，灵域已经不再安全了。好在这鼓楼幻境与3界隔绝，是个藏宝的好地方。把它留在此处，由你们保管，我才能放心。可既然是交易，那大人是否还记得我说的那件事？放心，自有安排。切记，千万不能落入祭灵人之手，尤其是那个家伙。大人放心。给我站住！严巧巧，吉拉，我原本可以放你一马，但你若擅闯禁地，亵渎神明，可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切，少在这惺惺作态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！以为就你有帮手？我们打！你也有守护灵？杀他！这祸害可不能留！我跟你们才是祸害！那里是？你们总是说擅闯古楼的人会冒犯神明，
不得好死，横竖都是死。可急了，死也要让你们陪葬！老子今天倒要看看，来救他！这鼓楼里究竟藏着什么？父王的能力果然厉害。这儿怎么会有人类闯入？他们是守护这座森林的人。怕我们的对话已经被外人听去了，知道该怎么处理吧？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居然还有人醒着，还等什么呢？动手啊！大人，把这女人交给我吧，我这副身体已经油尽灯枯了，正好换一副新的。啊，多么年轻的躯体呀！好漂亮的眼睛！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了。我不能死，我还要去找救他的办法。我答应过，要回去救他。对不起，凤长，姐姐来晚了，你再稍微等姐姐一下，姐姐这就想办法救你。来者何人？我还以为敌人挺多呢，原来就你一个人。看来蜂王是折在你手里。我昆仑玉雕的。早听说灵玉在这座鼓楼里藏了不少宝物，看来是真的。人类果然贪得无厌，可即便是稀世珍宝，你也得有命来拿。我来可不只为1-2件宝物，我要拿下的是整座藏宝阁。就凭你？原来是你以为你继承了蜂王的能力，就能与本王抗衡了？少废话，快把我弟弟恢复原样！让他恢复很简单，只要你有本事，杀了我。本王是上古神明，有1000年岁月供我精进本领。一介凡人，连蜂王1/10的能力都使不出，还妄想杀我！先是弟弟来救姐姐，现在姐姐又来救弟弟，真令人感动。死你疯长！自不量力，就让本王来教教你恐惧更可怕的力量吧！小心！这沙子有问题！北罗，你的脚！流沙所到之处，生命化为土石。这宫殿已被流沙填满，恐怕是越王现了真身。
可曹彦斌他们还在里面，咱们得去帮忙啊！燕小小的力量只能护住曹彦斌一人，我们去了反而会拖累他们。不过也不必灰心，我相信他们一定能找到破解之法。在那之前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，等候良机。但愿曹彦斌这次可别让我们等太久。看来我要把性命托付到别人手里了。啊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刚才怎么回事？这家伙的目光有凝石之力，千万别看他的眼睛，否则你也会变成石头。月偶的流沙淹没了整个月宫，恐怕现如今只有你我二人还没有被石化了。你是说夏灵他们？这就是他的真身。切记，别看他的眼睛。真麻烦，术教他。快躲开！这黑死光可不是石化能见，只要沾上一点，就能让你化得连灰都不剩。功名救驾来迟，主公安好。无妨，居然连虚华盾都能腐蚀。云巧巧，你怎么样？你的手，灰飞烟灭的感觉如何？为什么怪我自己大意？勇气可嘉，再试试这招如何？暗黑铁心炮，去！取出！来！多事！主公，这家伙不光眼睛厉害，速度还快，必须想办法牵制住他。小子，你还不配和我交手？现在没人碍事了，还有什么本事，尽管使出来。无气！你以为我会给你机会用这招？很好，看来你不怕死。你不怕死，可如果死的是你弟弟，不是伤害风障。无气！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撑多久。人类真是可笑，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别人，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你们又能如何呢？你根本不懂人类的感情。风筝是我在世上最重要的人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不会让他有事。还不明白吗？弱者的勇气根本分文不值，你就算死也护不住他。用全力保护你。
迎来晨曦，随一阵风，最自然的散去。我要用我的心容纳无语，呀！星空美丽。我这不是护住了吗？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还不明白吗？你我的实力根本不能相提并论。屠魔竟然毫无还手之力！这几个难缠的家伙围住，休想得逞！就这点地狱火，还想除掉我？区区蝼蚁，不给本王修饰吧！这家伙的主人应该已经被石化才对。有着土石的帮助，加上我的治愈灵力，便能暂时解除部分石化。我会让这治愈灵力在合适的时机发动，你们趁机放出守护灵。你为了对付我，竟走到如此地步！玄武震壁！小心！
没有和我周旋的可能。等我杀了你之后，刚才对我出言不逊的小子，我还得好好教他做人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机会，只要一个机会。有破绽。无尽而去。大意了。不过是我曾经杀死的敌人，消散了。真是无趣。不可实现幻想，竟敢如此放肆！亡我者杀无赦！这是什么？月，快逃！华王，你这里是？这是幻想！该死的人类！这就出来把你们碎尸万段！这些真的只是幻象。躲在如花古牢里自称神，就真把自己当神？闭嘴！月娃，你的真心，你的虚真，他们都是自业。苟且在这见不得了。在上次你说过的外人是死，还是人性？我让你闭嘴！你给我消失！你给我滚！给我闭嘴！可恶！死要的！他们这我死怎么可能？本王可是不死的越王呀！在这如花古楼里，就是不可战胜。我就是神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谁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许褚，你看见了吗？刚才那道身影，他，哈哈哈哈哈！那家伙也按捺不住了。
刚刚有片刻失去了意识，好像有人控制了我的身体。可恶的人类，我绝对饶不了你们！法力随着眼睛受伤全部流失了，没想到你最让人忌惮的眼睛，也是你最大的弱点。月华，叶九九，你的伤！别过来！我中了越王的死亡之力，你一碰到就会沾染给你。我已经活不了了，不过能打败他就足够了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风乍他从小就没什么伙伴，若你们能带他同行，在下感激不尽。风乍，没能如期回来，你一定生姐姐的气了吧？姐姐这就来看你了。他叫风乍，巧巧，以后你就是姐姐了，可要好好照顾弟弟啊。弟弟，姐姐，母亲她要睡在里面很久吗？什么时候才醒来啊？他永远都不会醒来。都是你这个祸害！哼！要不是你体内有魔物，我的气力怎么会消耗的那么快？这是你把夫人害死了！父亲，别说了！你就是个怪物！怪物！就是你把你妈害死了，怪物！怪物！出去！他体内的怪物都快把这条家毁了！可怕，太可怕了！这是个怪物！必须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必须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孽障！今天我就替天行道，除了你这个祸害！孽障！害死你母亲还不够，还想传错人陪葬吗？对呀，让我们陪葬吧呀！让人陪葬吧呀！住手！叶教强，到现在你还要护着他吗？请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向大家保证，风乍以后绝对不会再犯。若不然，所有后果我来承担。关进地牢，看好他。姐姐，他们说的没有错，我确实是个怪物，身体里的东西我快控制不住。体内有怪物又如何？我们一起战胜它。姐姐，明天就要去驻守空神之森了。这是父亲提的条件吗？风乍，真卑鄙！我的命不算什么，
姐姐，你没必要。好了好了，只是去保护族人而已，时间不会太久了。只要期限一到，姐姐就会回来看你。你可要好好听话。那，就这么约定好了哟。我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见漫天飞雪，母亲牵着我们两个的手，在开满山茶花的山谷里玩耍。渐渐的，母亲消失在大雪中，我想跑过去，可怎么也追不上。这时，你说，当牵挂的人不在后，留下的人更要好好生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姐姐就只能陪你到这里了。不要！以后不用再找姐姐了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。容纳乌云，还你晴空万里是对。坠子还在转动，就表示姐姐还活着。我想，她应该就在那儿。回来！我会用尽全力去保护你，直到迎来晨曦，随一阵风最自然的散去。我要用我的心容纳乌云，还你晴空万里，是对命运的感激。风扎他，先别打扰他。哎，那是什么？这是蜂王的所魄，所魄一共有4个，分别置于我们4王体内。他们是打开芦花鼓楼藏宝阁、蓬莱幻境的钥匙。想必你们来此，也是为了这个。也就是说，想要去藏宝阁，就必须有言在先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是此地的守护者。体内的所魄是不会交给外人的。如果非要去，那就只能拼死一战。真伤脑筋。凡是我想要的东西，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它。哎，曹彦兵，你该不会……但是，你为了帮助我的伙伴铤而走险，着实让我敬佩。我曹彦兵欣赏的人，是绝不会为难他的。只是还要麻烦你再为我们开一条出路。我可不想再去地狱走一遭。年轻人，你注定会是个了不起的人。就是你想要的吗？忙了这么久，没想到一场空啊！还是快走吧，地球石像的体验真的太差了。内脏也会变成石头吗？哎，你别问了。你是什么人？花王，好久不见啊！你的所魄，我收下了。天火，居然是你，月华！多亏了这位小哥，把最难缠的对手解决了。
不过，以后还请称呼我为玄马。你想干什么？曹彦兵，你是皇府龙斗看上的人，我并没有打算和你交战，不过你可别会错意。这竟然能把空间击碎！皇甫大人看中你，并不代表我们怕你。如果你现在想有事，那我就杀了你。程峰，你可要把我逼上绝路了。皇甫兄的棋艺大有长进，好一招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再这么下去，老夫怕是也要输给你了。话说，玄马那儿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我又派了铁族和雪象前去支援，风花雪月不能小视。月王，我曾经领教过他的能力，不过有彦兵一伙掺和，就有趣多了。这么一来，曹彦兵怕是要和龙骑将起冲突了。可惜了，皇甫兄，可莫要举棋不定啊！人各有命，上天注定，有的劫一念决定成败，有的棋一招便能止。真磨蹭！你们俩再拖下去，洒家都快睡着了。你来了，臭和尚。看样子对方是有备而来啊！这些小卒不足为惧，难办的是戴面具的那3个。玄马，开启秘境的锁魄都拿到了吗？当然。这一枚是雪王的，再加上风王的、花王的，现在还差最后一个。这样一来，4枚锁魄就集齐了。4魂归命，5要顺行，大千将法，蓬莱丝营，结！诸位，咱们的路通了。这座城池就是灵域的藏宝阁吗？这就是如花鼓楼真正的秘密。你们立刻去将大人要的宝物找出来。是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时间紧，洒家干脆就把整座城给大人搬回去。想得美！我放弃宝藏，可不是为了便宜你们。唉，真是群不听话的孩子。专心开你的路，他们
交给我。作业兵北路，已经失去意识了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记得明明没有碰到任何人，却在刹那间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力量。李轩辕，你的身体怎么了？我的经脉筋断，灵力受挫，一时半会儿怕是动不了。是被他的剑气所伤？不，伤我的不只是剑气，还有他的守护灵。守护灵？干将莫邪乃我之剑灵，既是雌雄同体，亦能一分为二。看样子，之前的战斗已将你的体力耗尽。我若现在杀你，便是胜之不武了。雪象，手脚麻利些。空间还不够，得开得再大些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看来对方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。剩下的人该如何处置？我不想得罪皇甫大人，可留着他，早晚是个祸患。这个好办。西囊，你不是对越王感兴趣吗？去吧，这回我不拦你。那是谁？这孩子专吸人魂魄，身体里的亡魂多了，自然不太好受。所以他总要给自己找个容器。他的身体怎么越变越大了？你既是月宫之主，那就用你的身躯来了结这一切。越王活着，曹彦斌等人就无法脱身；越王死了，月宫的出口也会立刻关闭。总之，无论谁输谁赢，都会被困死在鼓楼里。就算御林使来查，也会以为是曹彦斌一伙儿与四圣天争斗，同归于尽。好一招借刀杀人！各位，后会无期。糟了，他把出口给堵上了。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出路？小心！
一个小娃娃而已，上路们打！起来！明毛破军印！居然毫发无损！主人，快躲开！这次不能躲！万岁邪灵，云佩不神光！站住！我叫你站住！小子，你总算振作起来了。少废话！姐姐的事是因你而起，跟我们新朝越王报了仇，再找你算账。切！臭小子！越王，给我出来！被怪物控制，就这么干掉你，可不甘心！回营，连环斩！呵，看太轻了，力气再大些！小心身后！情况如何？这家伙速度快，力量大，背上的脸还能吸食灵力，确实不好对付。既然如此，就只能用险招了。你是说，求见时你曾告诉过我，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们根本没有实战经验。实战我已经见过了，这家伙都能用，我也能用。我手感应力可不是石火系能比的，倘若失败，你连性命都会搭进去。放心，不但要为姐姐报仇，我还答应过她，要努力活下去。既然如此，便陪你放手一搏。李轩辕，风扎这是要做什么？他的灵力正重新凝聚，当机灵人和守护人的默契达到极限时，双方的灵力与魂魄相融，就能释放出更强的力量。整个月光的风不再流向一个方向。这是风扎？是，但与基拉不同，他现在的灵力更为魔性。模样变了很多，不过感觉不错。
你害我姐姐断了一只手，我也断你一只！鬼王斩！双眼花，还没看见我出招，怪物的肢体就被斩断了。陆退后，他是在吸收这个世界的灵力。这里是月王，用灵力所造，必要时他自然也能收回去。出库的钥匙还在月王身上，得尽快制服他，取回钥匙，我才能送你们离开。时间不多了，整座月宫就快要崩塌了。阿英，今天的月亮好圆啊！是啊，孤照天地间，流光相交接。阿英，你看那是什么？那是天山神花，此花百年一开，花开如仲秋之月，所以也叫月光花。你说，花园外面也有这种花吗？怎么，你在这里待腻了？我只是在想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。阿英，等神花再开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下山，好不好？我奉天地之命看守花园，擅离职守，会被天地责罚的。那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要成为比天地更厉害的神，这样就没人敢欺负你了。到那时候，你就自由了。有你在这儿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外界的轮回变迁，又与我们何干？
身，宇宙中的弱点。比刚才还坚硬。这怪物刀枪不入，看来只有找机会从他头顶一个怪小孩下手了。这样下去可不行，雷洛，还打得动吗？老实说，只能勉强站着。哼，你们俩体力耗尽，就别死撑了。可这家伙太庞大了，想近身都困难，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怕是敌不过他。这家伙居高临下，这个高度的攻击还伤不到他，除非英雄所见略同。是哦，上一次还有威风啊！切，少啰嗦，机会仅此一次。风障，这是我们现在全部的力量。你可要坐稳了，看你的了，风障！姐姐，你看见了，我现在不再是一个人了。姐姐，原来你一直都在，准备好受死了吗？不要开杀戒了！怎么突然变天了？还能控制天气？糟了，风障这下危险了！这儿有我挡着呢，臭小子，去吧！小心，那是西囊体内的亡魂。如果不尽快斩杀他们本体，亡魂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。哼，数量再多，也不足为惧。因为真正的战士都在我这里。将军们，为我等开路！万鬼反击！佩洛，有无神锁！
方丈，你不是要替姐姐报仇吗？那就上吧！方丈，终于找到可靠的伙伴了。说什么傻话！最可靠的伙伴，不是早就在我身边了吗？封神斩！臭小子，竟然把这怪物活活劈开了！方丈，干得漂亮！越王，你终于现身了，来做个了断吧！你这是……停手吧，孩子。越王一死，月宫就会立刻崩塌。可是你们就出不去了。可我姐姐的仇还没报。越王他已经命不久矣。如果你还信得过我，剩下的残局就交给我处理吧。喂，还没好吗？是啊，虽然我们确实没力气了，那能不能换个法子啊？这样帮着我们很丢脸呢。哎，逃命要紧，这种时候就别讲究了啊！而且能把你们绑住，你还得谢谢人家提拉呢。哼，想都别想！下来，听到了没有？找到了。迷雾的尽头便是出口，你们沿着通道一直走，就能离开鼓楼了。多谢了，不过要不是那几个戴面具的搅局，我们也不会搞成这样。对了，天狐夺走的宝物中有一把钥匙，它才是御灵时要誓死守住的秘密。与其落入旁人之手，我倒更希望那把钥匙能握在你手里。放心，不光是钥匙，总有一天，他们拥有的一切都会握在我手里。夏琳，李轩辕，我们有缘再见了。等有机会，我们还会回来赏花的。保重，一路走好。这里快塌了，你不回你的花果去，难道要留下来给本王陪葬不成？是啊，时间不多了。你说，我们已经有多久没在一起下过棋了？你有这等牙线，不如先把本王的眼睛医好。医好你，才让你把我囚禁起来吗？许久未来，这陈星宫的陈设还和从前一样。或许我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一天吧。我又何尝不是？花王，这么多年来，
你可曾恨过我？我若真恨你，就不会在这儿陪你下棋。下完这局就赶紧走吧。你没了所迫，一旦灵力耗尽，无妨。你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？几千年前的事，早就不记得了。是吗？我记得，你当时还只是个孩子，在我看守的花园跑来跑去。如果能回到那时候，该多好！花王，坏了，落子无悔。出来吧，躲在花丛里做什么？我身上有浊气，怕伤到你。你从远方来吗？为何要闯入这花园呢？我只是偶然路过，被美丽的花蝶吸引了。我没有同伴，别人忌惮我的能力，都很怕我。但这些花蝶却没有躲着我。花蝶靠近你，是因为你心无恶念。来吧，这儿还有许多奇花异兽，我带你四处看看。你若喜欢，就留下吧。我也是一个人，已经很久没人和我说话了。你不怕我吗？怕？这世上还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的？阿英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！俯仰之间，已经过去100年了。怎么了？闷闷不乐？生命轮转，万物变迁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也会死去吧？你就这么怕死？怕。我怕，如果我先死，就又只剩下你一个人了。没人在你身边，你会孤单的。傻瓜，我比你年长，若真有那么一天，也是我先离去。阿英，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，你能慢些走吗？月王，我们已经活得太久太久，也该歇一歇了。花王，该你了。花王，阿英，
喂，什么时候到头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周围都是雾，根本看不见出口。啊，在那边！糟了，快点，出口要塌了！好险啊，差点就出不来了。发现了吗？从我们进鼓楼起，外面的时间就几乎没有变化。之前经历的种种，究竟是真实的，还是说只是一场幻境，一场梦？花王塔应该没事吧？你们说，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进入这片森林，也没有踏进芦花鼓楼，那样会不会更好呢？说的没错，折腾了半天，连点值钱的宝物都没弄到手，都怪那几个戴面具的。明明，那几个家伙可不容小觑啊！咱们能活着出来，已经是万幸了。不容小觑的何止他们，像越王这样的对手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遇见第二次了。喂，团长，之后有什么打算？你姐姐临终前把你托付给我，既然答应，就要信守承诺。你姐姐的死，灵玉难辞其咎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把灵玉搅个天翻地覆？别听他的，这家伙只是想找个能打架的帮手而已。你给我住嘴！我说的可是实我才不是那个意思呢！大家在那里不是看好的吗？别说气！哎，话说你们谁看到吉拉了？曹彦兵，如果不是因为你们，我不会陷入险境。但如果没有你们，我也摆脱不了诅咒。就算这次能侥幸脱险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往后你们还会遇见真正的怪物。祝你好运，我将军。你回来了。